你好呀，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热可可播客，我是诗雨。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活人感这个词。过去一段时间呢，我感觉会越来越频繁的在网上听到大家提起活人感这个词啊，说我们更喜欢看有活人感的博主，更喜欢有活人感的明星。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困惑的，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活生生的人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一个活生生的人，真实的展现自己，竟然都需要被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框定了，需要给它赋予一个名字叫做活人感呢？以及很多时候当我真的去看大家所宣扬的这些有活人感的内容，有活人感的表现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怀疑，当一个人他知道这些事情是要被呈现出来被别人观看的时候，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行动本身，它真的还是完全真实和完全活人的吗？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越来越需要活人感？当我们说想要活人感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首先我们很难给活人感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可能每个人心目中有不同的属于你的活人的标准，但至少我们可以先简单粗暴的把它理解为一种更加自由的、野生的，甚至粗犷的表现形式，展现出一个更加符合真实状态的活生生的人的样子。那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说现在我们更喜欢活人感的时候，它的一个前提其实在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在追求的是一个与活人感相反的东西，那就是一些没有毛边的更加精细化的东西，也就是一种更加精致感的生活或者人格。我们简单的把这段时间范围概括为过去10年吧。在10年和10年以前的时候，大家会很流行精致的装点自己的朋友圈，大家会很精心的挑选说9张图应该发什么，以什么样的位置来排列，它们呈现出什么样的色调和整体气质，以及朋友圈的文案应该配成什么样才既不显得做作，但是又不那么的平庸。那在现实生活中也一样，我觉得人想要让自己变得更精致，过上一种更加精致的生活，它可能也会体现在方方面面，说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背后都需要有一套精心搭配的原则或者公式，你要怎样搭配你的服装，它才是流行的，才是精致的。你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对吧？地中海式饮食，遵从什么样的配比，在一个很漂亮的盘子里面放上希腊酸奶和大颗的蓝莓或者草莓，这种营养元素丰富的水果，这是一个精致生活的样板。你会发现所谓的精致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已经被定好的条条框框、规章制度需要等待你去执行的，比如你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应该践行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我会觉得这种精致感的流行和过去10年互联网以及社媒的大范围普及是紧密绑定在一起的。从朋友圈到微博到小红书到抖音，不管是文字、图片还是视频平台，他们的流行满足的都是人们的一个底层的心理需求，那就是展示我的生活。那你选择将自己的生活展示出来给别人看，你所期待得到的回应一定不可能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活成这样，对吧？你一定会期待人家对你有一些正面的反馈。所以随着时间的演变，下意识的大家就会发现，你能够在公开的一个不属于你私人的筛选过的平台上所展现出的东西，这个内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一些更符合所谓美的标准，也就是精致的标准的东西。它需要是好看的、赏心悦目的，让人看起来觉得舒适、漂亮、干净的。比如说整洁的厨房里，瓷白的碗筷上面颜色搭配合理的鲜艳的食物，以及干净的街道上美丽的人物配上美丽的时装，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会让我们倾向于看到一些更加美观的东西。而在美观的背后，它一定是需要付出很多精细的成本的，你需要安排它的位置、它的节奏、它出现的背景、图像的比例，所有这些劳动就共同构成了我们最终所看见的精致这个结果。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精致的风格是统治了互联网的。它其实也不能说是平台、软件或者谁的问题，它本质上反映的就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性，那就是人都会下意识的在一个脏乱和干净的环境里被更干净的东西吸引，在一个颜色灰暗和颜色鲜亮的东西里面被一个更鲜亮的东西吸引。而社交媒体与其说是创造了这种倾向，不如说是放大了这种倾向。
但为什么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会开始发现人们越来越对精致这个词产生了一种审美疲劳，甚至会产生一种精致羞耻呢？好像如果说我出去旅游发一个精心挑选的9宫格的朋友圈图片，反而好像成了一件让你觉得哪里怪怪的，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转变呢？这一点从过去1-2年大家在互联网上讨论的流行词、关注的热点的变化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比如可能从23、24年开始，紧绷和相对应的松弛感这2个词就突然变得特别热门。现在我每次想起松弛感这个词，脑海里浮现的还是小红书上面一个女生在巴黎的街头坐在马路牙子上吃面包和喝红酒，然后状态非常随意的这样一个照片，被大家奉为说天哪，太松弛了。从那以后好像每个人都要展现出我在某个地方生活的特别惬意和放松，我特别舒适，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可以完全自然的融入到这个氛围里面。但很快你就会发现说，这种我很松弛也成了一种表演，意思是它背后也需要付出像当年表现出精致一样的同等程度的努力，甚至是更大程度的努力。我们在社交网络上所看到的、所展现出来的这些松弛的背后，其实往往是你要拼尽全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你去践行一下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比让别人认为你很精致这件事来得更容易。在屏幕背后都包含着一种过度的自我劳动，就是你要把你的状态包装成一个什么样的最终选择展现给大家，而这个过程是会让人非常疲惫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随着我们上网的时间越来越久，你就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其实精致或者说所谓的松弛背后一体同源的都不是那种真正的放松感，而是一种疲惫感。其实在我看来，活人感这个词的流行，或者说对精致这种状态的追求逐渐退场，背后都是和疲惫这个词紧密相关的。当你想到说为什么大家开始追求活人感这件事的时候，第一反应肯定下意识的会觉得说，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实在是太累了，生活本身就已经很累了，每天要上班，要处理很多工作，有人际关系的压力，你有太多的事情和情绪要处理。那上网这件事，你想得到的是什么呢？你想得到的是一点休息或者放松，而不再是天哪，这个人的生活过得比我好很多，为什么我没有过上这样生活的压力和疲惫。所以对大家来说，现在进入互联网生活，你更想要吸取到的是一些更蓬勃更有生命力的东西。尤其是当社交媒体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各种内容载体都已经被卷到极致了之后，再怎么样被精心设计过的内容大家都已经见过了，所以很自然而然的你来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状态，就是大道至简之后，你最终发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不是更加的优秀或者更加的靓丽，而是说你想要一点真实的东西，你想要一点能带给你生命力的东西。比如我前2天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视频，是一个初中2年级的女生在他们学校里面，在班级门口采访他们班同学，整个视频的封面呀、颜色啊、滤镜啊，包括声音都非常的简陋和粗糙，这几个初中生也没有做任何的磨皮和美颜。然后这个女生就是在很简单的采访问他们班同学说，现在分班了，你最想谁啊？你对下一个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另一个人说，你觉得我们班最好看的是谁？你觉得我们班最帅的是谁？就是这样非常青春期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任何对不了解这个班的人来说可言的信息含量在里面。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它已经有10万加的点赞，评论区的每一个人都在说，天哪，坐在工位上的我抱着手机屏幕看着这群年轻人，就好像在吸他们的阳气一样。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每个人都很低精力的时代，大家最欠缺的东西反而就是这样一些能带给你生命力，能提供一些阳气给你吸一吸的东西。也是因为在过去我们所能看到的呈现出的内容里，这种阳气感越来越少了，因为阳气所伴随的一定是问题和风险。这个女孩她需要展现出她的青春痘，他们的同学教室不仅没有那么的完美，它的封面和标题有各种各样的瑕疵，那就会冒着我的内容不会被人看到，不会有人在乎我这种风险。当没有人愿意去冒这些风险，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内容得到赞美得到关注的时候，这种生命力自然就会退场。简单是一件看似简单其实却最难做到的事情，在大家这2年对于娱乐圈明星身上所寄托的期望里面也能看出来，我们都已经见惯了他们每一个人最美丽最帅气最精致的样子，也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的瑕疵和纰漏。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在微博上面明星们发布自己真实的生活感想，发布自己真的想对粉丝说什么话的比例越来越少。
这也是为什么李荣浩和单依纯两个人的版权纠纷会在热搜上持续不断这么多天。大家本质上关心的也并不是说在这件事情里谁对谁错，而是说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两个如此遥远的娱乐圈的明星竟然露出跟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矛盾纠纷一样的时候的状态了。包括之前大家讨论也很多的，会有些女艺人在网上发自己最近在读的一些书籍，然后发表自己的读后感和看法。也会有人批评说他对这本书的理解可能很浅薄很片面，或者说你的哪里说的不准确不对，但立刻我也看到有更多人出来反驳他，说宁肯犯错不要 boring， 我宁愿你做一个会说错话的人，我也不想要你做一个 boring 的没有活人感的看起来遥不可及的虚假的人。除了精致所带给人的这种 boring 和疲惫的感觉之外，还有一个驱使大家越来越警惕精致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在一个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极度发达的时代，当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制作内容自己发帖的时候，只要你尝试过把镜头对准过一次自己，你马上就会意识到这种要公开呈现给别人一个东西的感觉和你只是自己想想该怎么说他，自己想到他跟自己对话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有一天可能你只是自己想到了一个点子，你觉得很有意思，你要把这个念头发在一个公开平台，以及隐隐的期待某种反馈（括号且它一定不可能是负反馈反括号）的前提下的时候，它一定会造成某种你意识不到的动作变形。也就是说，我觉得在人人都可以发帖的时代，人人都对自己进行过一种摆拍的时候，摆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已经不再是个秘密了，每个人都知道你所看到的这个精致的画面背后到底意味着是什么东西。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比较了解声音这个领域，他就跟我说他以前特别喜欢看视频平台上的那些一个农村的阿姨在家做饭烧菜的画面，然后你会觉得整个镜头也很简单和朴实，觉得非常有生活感。但是后来他发现，所有的这些在案板上咚咚咚咚切菜的镜头都配有一个非常清晰可闻的切菜的声音，以及他比如舀水的时候，你这个木勺扔在这个水面上就会有非常清脆的一个啪嗒的水声。所有但凡了解一点声音设备的人都会知道，这种声音要想以这种质感非常清晰清脆可闻的呈现给你，它都对这个录制环境要求是极高的，所以它极大概率不是一个当时真实的你所听到的声音被录制下来的样子，而是要么经过了某种精心的设计，要么是做了某种后期的剪辑，才会带给你这种丝滑的自然的感觉。但所有的自然都包含着背后的各种劳动以及刻意的设计和工作在里面。我自己去年有段时间也尝试过想拍 vlog， 我原本设想的是，既然网上这么多人都在拍 vlog， 以及大家看似就是在记录自己生活嘛，你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如实的记录它，是不是就可以了？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的。当你在生活的过程之中某一刻产生了一个要记录它，以及这个记录背后还有一个对应的结果，就是要展示出来这个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一出现它就会改变，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你在你的空间里面生活着，某一刻突然起心动念的想看一看这个生活，你的生活马上就变得不一样了。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说，他们在视频里看到的我展现出的样子和我日常生活中正常的样子是几乎一致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要知道，我在现实生活中一个认识我的朋友，他用他的肉眼看我，我每天每个光线下每个语气姿态表情里呈现出的我的状态，这种感觉和一个通过屏幕这个二维的介质观看我的陌生人通过这种方式来看我，这两者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但他们却观测到了一样的结果，那就说明我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它的方式一定是很不一样的。你在知道一个东西是要被呈现给大家看的时候，却仍然要展现出一种自然的状态使它被呈现，这背后你要付出的额外的工作和努力，和你真正的在生活中行走微笑是截然不同的，而它会带给你一种非常奇怪的和与自我相拉扯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会让人非常不舒服的。所以我在拍了第一条 vlog 之后，我的第二条 vlog 的主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当我用镜头拍摄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失去了生活，然后在这条之后就放弃了，就没有再拍 vlog 这个东西了。只要你被镜头注视过，你就会知道镜头的存在本身会让你整个人变得非常不一样，不只是你的状态，你的表达方式，这种表层的形式上的东西，还有内在的你如何理解当下你正在做的这一件事儿，它本质上会发生一个区别，你是沉浸在这件事物里本身之中，
还是说你在思考它该如何被呈现给更加外部的属于他者的目光，被评价、被喜欢或被讨厌，你该如何调整自己？大部分人都很难抵抗去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由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我去年参与过一个综艺节目的录制，当时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在现场，然后非常不重要。但是这场经历带给我的一个最重要的体验就是，人一旦被镜头注视，就会出现多大的动作变形。所有有镜头存在的场合，你都会被告知说，就当镜头不在一样。就好像你高考之前一定会有人跟你说不要紧张，就像平时考试一样。你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高考和平时的考试不一样，有镜头在和没有镜头在就是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录制现场，我就发现虽然有很多隐藏摄像机被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你也会尽可能的希望自己展现出自然的样子，但只要你知道有摄像机在不知道何处不知道何时对准你，而你的举止和表现不知道会不会被呈现出来的时候，所有人的动作都会变得很夸张。就节目现场有很多并不好笑的段子，你会发现所有的观众包括我自己就会笑得前仰后合，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形式露出自己最美丽的绽放的笑容。那一瞬间我突然就理解了歌手这个节目为什么有很多观众会在台下泪流满面，因为你知道有摄像机在对准你。说句题外话，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视频播客和播客不是一个东西。虽然看起来好像都是你在正常的表达一些你真实的感受，视频播客里所有被讲述出的内容一定也都是100%真实的。注意，我在这里讲的并不是真实与虚假的区别，但是你要知道，你在镜头之下进行自我表达的时候，这个动作本身就和你只是单纯的与朋友聊天对话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我觉得哪怕没有镜头存在，它不是一个视频播客，它只是一个播客，当一个有麦克风存在的时候，你所表达的内容和没有麦克风存在时你真实的与同一个人聊同一个话题所产生的内容，极端一点讲，即使他们的逐字稿一字一句都是一样的，它本质上也不是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只要当人对这一切有觉察，以及只要你内心还残存一点点想要做自己的渴望，想要抵抗这种动作变形的拉力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对精致这个词产生怀疑。所以事实上我们所谈论的这种让人疲惫的精致，其实指向的就是这种刻意的带有设计感的，并非全然自然本身的存在在那里的一个自己。这两者的区别在于，精致其实是一种呈现，我甚至没有用表演这个词，它都不一定需要是 performance， 它只需要是一个呈现出来，它就已经不同于我们所讲的活人感想要追求的那种存在 just being。 你会发现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分野在于，呈现一定是和某种被动语态相关的，它一定和你要在一个他人的目光下被注视被观看是高度相关的。所以换句话说，对这种精致感产生疲惫，其实意味着我们对于持续的去迎合一种外界的目光，为他人的目光而调整自己，即使你是自发的主动的想要调整自己，展现出一个自己更好看的更美好的状态，也是让人疲惫的。因为逐渐的你会发现，当我们说人渴望被看见这件事的时候，它的重音发生了变化，你真正渴望的是被看见，而不是被看见。你期待的是有人能看见你，但你并不是为了被他们看见而做出自己的行为。所以本质上精致感其实是在现自己，但是活人感是在做自己。活人感之所以流行，核心原因也是因为时至今日我们终于发现做自己的这个需求变得无比巨大。但是什么才算做自己呢？我有时候会想到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写的一本书叫《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戈夫曼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社会学家，这本不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书，但我还是觉得里面有一些观点放在今天这个语境下是很适合我们来探讨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这么长的一个标题里面，最重要和核心的两个字就是呈现 presentation。 他在这本书里所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互动，尤其是一些社交互动中每个人的表现。最核心的研究框架是说，社会生活是个大舞台，在不同的社交领域里面，你其实是在一个不同的剧场上演一个不同的角色。你在老师面前，在妈妈面前，在同学面前，肯定是一个不一样的你，那就是你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是它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那在这个框架背后有一个相应而生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这是一个舞台的话，
那么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舞台上进行的演出，它一定都注定有一个前台和后台。前台是那些公开可见的部分，比如说我展示出来的生活，不仅仅是说我在社交媒体上所呈现的，我今天做了什么，我参加什么活动，我对这件事情有这样的观点，所有这些可见的部分都是一个人的前台，他需要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礼仪。比如说我不能突然在录节目的时候大叫，这就很怪，它不应该放在前台。如果我是一个喜欢大叫的人，他在我的日常生活里属于我的后台部分，它是我与我的自我真实的人格相处的一部分东西，它叫做一个人的后台。后台是每个人留给自己的一个空间，一个心理余地，它里面的很多东西是一些不能为外人道的东西，而是一个你与自己的自我进行对话的部分。在我看来，我会觉得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所讨论的这种活人感，不仅仅是对精致和表演性的警惕，或者对真实的自我出现的要求，甚至这种真实的自我也被划分出了明确的前台和后台。我会觉得人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说看到这个人的前台了，大家甚至有一种很底层的心理渴求，叫做我也想看到你这个人的后台，我需要你把你的后台也暴露给我看，以此来交换我们的真诚，交换我们的信任，交换我们是活人。好像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精致已经被卷到不能再卷的时刻，在 AI 已经能制作出最漂亮的内容的时候，只有把后台也露出来，把老底都掏出来，才能够展现一种达标的真诚。我觉得它背后是一种对人与人真实的连接的渴望，已经到了一种极度浓烈的程度。你需要在一种比过往烈度更加强烈、浓度更高、更纯粹的交互中，才能够放下心来说，哦，原来这个人他是真心的，原来他不是在骗我。所以什么叫做一个人的后台，什么叫做一个人他与自我相处的部分啊，并不一定需要公开展示给别人，或者并不一定需要在社交互动中成为互动的一部分的内容。比如说当我注意到我在被拍摄的时候，我的动作会有变形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发现我既渴望被人关注、被人赞美，但是我又为自己迎合这种关注，或者希望得到更多的点赞、更多的曝光而改变自己行为的方式感到羞耻，并且我在其中挣扎、困惑两难。所有的这些东西，它是我在两个不同角色之间切换的一个中间地带，也就是我的后台，还包含很多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我的部分，我自己身上复杂的甚至前后矛盾的部分。这些东西是留给一个人自我的部分，同时也是透露一个人复杂性的部分。所以这里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你已经深入到一个人的后台，而这个后台必然包含着一个人全部的复杂性和一个人全部的自相矛盾和拧巴之处的时候，把它公开呈现出来到底是否是合适的，以及它到底是否是我们真正想要的。这就是我真正想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渴望活人感的时候，我们渴望的到底是真正的这个真实的人，还是说一部分有选择的真实？我们渴望的是一个活人，还是一个符合我们预期的活人呢？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并不认识我的人，通过我的公开表达跟我说，觉得我很有活人感。其实听到这样的反馈，我是会觉得非常惶恐的，因为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现在说的这句话，即使它是完全真实的，它不包含虚假和欺骗的部分，但我在表达它的时候，我的面前是有一个麦克风的，我是知道它将要被传播出去的，并且我一定会因此调整我的措辞，改变我的行为。它是一个被观测的薛定谔的猫，而不是这只猫原本的样子。以及因为它是可调整的，所以即使我所展现出的，我所公开表达出的内容没有虚假的部分，但它一定也只展现出了我的一部分内容，我的一部分后台，一定同时有另一些东西是被我隐藏起来，选择不去公开展示的。很多时候我也会小心翼翼地藏起很多我觉得不完美的部分，也会害怕被批评，害怕真实的自己不被喜欢的那个部分，它会被隐藏起来。因为做活人意味着你一定会有毛边，会有各种粗糙的旁逸斜出的部分，以及会和他人产生矛盾的部分，不被喜欢的部分，它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害怕，感受到不安全感。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反问自己，当我们期待另一个人有活人感，期待这个人始终有活人感的时候，我们所期待的那个东西到底是所谓的真实，还是一个符合我需要的程度的真实？
你可以暴露出与我的心理状态紧密连接的那部分真诚，但是如果它更往下深入，更加的肮脏，更加涉及到一些可能会伤害到我的部分，或者与我相互矛盾冲突，从而伤害到我的部分，它是否还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个活人感？渴求真没有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明白的一点是，真的这个范围是很广大的，而我们在一个公开平台上对一个陌生人所期待的，其实只是真的所有广大领域里面一个非常小的子集。之所以讨论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不理清这个活人感的前提是什么，不看到它里面包含诸多的复杂性和很可能让我们不适的部分，而盲目的宣扬说我希望这个人更有活人感，或者说我不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活人感，它会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活人感也将会成为一种新的模板，一种新的精致的表演，而这会更大程度的扼杀最后一丝真实，最后一丝真正的自我得以被允许展现的空间。活人感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变成了一种模板，你会看到大家喜欢那些随性的洒脱的会发疯的博主，比如我也很喜欢看一些小红书博主后面的一件意外的你感到很无语的事情大叫破防，或者用很抽象的方式发疯玩梗，我也深深的被这种精神状态和真实感所吸引。但是有时候我会停下来想，如果这段视频背后 NG 了10条是其中的1条，如果同样的这个情绪节奏他表演了10次，如果他的这段发疯，他的这一段真性情的流露是有咔和开始的，那么他还是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吗？本质上所有被呈现出来的活人感可能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们所真正想要的这个打引号的活人感，它就是与呈现这个表达形式这个内容方式相矛盾的。一个东西一旦被展示出来，它就不再是真正活的，而一个活的东西它注定是很难被以绝对100%还原的方式呈现到你面前的。沉浸在它到底是真是假，是剧本还是真情的这个漩涡里面，只会让你陷入无尽的循环，你得不到一个答案。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展现自己的人本身来说，他可能也已经很难分辨真与假的界限，因为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真与假的问题，而在于一个你如何看待你的自我，你是在展示自己还是做自己的问题，一个你的自我是 performance 还是 being 的问题。前2年奥运会的时候，很多00后的运动员也会因为他们身上的活人感而走红嘛。那个时候我们对他们活人感的期待是，他们面对镜头不做作，不说假话，能够像一个真正的10几岁的孩子一样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甚至可能可以和记者互怼，这是让我们看到了真实自然的一面。但是前提是因为他们怼记者的话无伤大雅，以及没有伤害到我们，与我们的立场相同，没有攻击到我们，对吧？因为我们也都反感这些空话套话，以及他们说出来的那些话也和我们的心理预期是吻合的，那就是我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喜欢睡懒觉呀，想吃辣条啊，现在训练很累啊，它和我们的真实心理是一致的。但是人是不同的，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很广袤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有在内心世界上不匹配和不一致的地方。当这些运动员长大，当他们不可避免地做出一些和我们想象不一样的事情，当他们不可避免地犯错跌倒，甚至当他们不可避免的不再是一个胜利者，不再是一个冠军的时候，他们再露出当年的这些活人感的一面，我们还会这样喜爱他们吗？如果我们不明白活人感的背后是真正复杂和深刻的人性，甚至有阴暗和不堪的一面共同作用在其中的部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说我想要一个有活人感的人，我期待的是一个活人。活人感不仅仅是当下的赞扬，它可能也会在未来成为另一个人的束缚。当一个人感到疲惫，当他经历生命中这个低谷的时期，而无法再展现出活人的这一面的时候，他将面对的是什么呢？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追求的从来也不是活人感这件事儿，我们要追求的是有没有那样一种可能性，即使我们渴望与他人的互动，我们渴望展示自己，也渴望他人的反馈，但是我们对这种人与人连接的需求，这种互动沟通和彼此看见的需求，不一定要通过展示自己来获得，而可以仅仅通过我的存在就能获得证明呢。而想要实现这一点，比起去学习一套松弛轻松的模板，就像当年我们学习那些松弛自然的穿搭一样，相比起这些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你要明白什么才是你自己，你要明白做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做自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我觉得归根结底它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那就是你舒适与否。
当你感受到镜头对准你的生活，而你需要调整自己的姿态、你的表情去迎合某个看不见的目光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不舒适的。当你穿上一些符合别人要求的衣服的时候，不管它是更加精致的还是更加松弛的、嘻哈的、轻松的，显得你很 chill 的衣服，不管如何，只要它是为了满足某个你认为对的标准，而并不是你身体上感觉舒适的时候，它很可能就是值得怀疑的。活人感或者说做自己，本质上是要重新占有一种对你自我的主导权，而在和这个标准的对抗之中，最重要的是你要重新夺回对自己的占有权，抵抗这种呈现自我的诱惑，而真正的占有自己和尊重自己。我觉得首先最直观的层面就是身体维度，你要重新占有自己的身体，重新对你的身体感受很敏锐。比如我之前其实有一个观察，就是如果你拍照的时候自己觉得这个动作很僵硬，或者总觉得身体哪里很别扭，其实照出来一定是不好看的。相反，那些真正照出来显得好看的照片，往往是因为你自己在这个动作、这个肢体下，你是很协调的，你是很舒展的。这种好看的定义，并不是说一个外界的美丑标准，而是说它呈现出的那种状态。你在一个舒展的姿势里，你的人格的状态和面貌呈现出会是截然不同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很难去信任这个东西。我有一个朋友说，他有时候去线下做一些主持活动，为了让镜头拍出来自己做得更端正一些，所以就会整场活动的必须直起这个腰板。他每次结束之后就会腰非常疼痛，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舒适的状态就是你稍微往后倾斜一点，或者你需要某个支撑物来帮助你的腰支撑起来，后面有一个枕头垫一下。那你要不要选择这个东西来垫它？要不要选择一个往后靠的让自己更舒服的状态？还是为了能够让照片拍出来更好看，需要承担一个让自己腰一直很疼痛的代价？这就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和选择。比如说我以前还特别喜欢穿厚底鞋，因为你会感觉不管是底很厚还是跟很高的鞋，它会显得你的仪态更加挺拔，好像在他人的目光中，在他人的评价中会显得你更挺直。但是穿过这种厚底鞋或者高跟鞋的人肯定都知道，它是会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也经常会让脚磨破皮。我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脚部的舒服，穿一双舒适的鞋对于一个人当天的状态来说，可能比一个鞋跟高的东西显得你的腿好像看似更挺拔，反而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从今年开始就会特别喜欢穿薄底鞋，比如说这2天就一直在穿三叶草新推出的长乐鞋，因为它特别适合亚洲人的脚型，然后鞋头很轻，我有时候去机场赶飞机的时候在那里也可以健步如飞，觉得很舒服。包括他们还新出了一双安福鞋，上海有个安福路嘛，然后当时我在安福路上试了一下那双安福鞋，也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仿佛和你走的这个路这个时空，人与他们也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连接感。所以很多时候当我穿上让自己舒服的鞋子或者让自己舒服的衣服的时候，你看似只是在物理上从身体上和你的感觉建立了联系，但本质上它其实可以让你产生一种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或者对于我是谁的所有权的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它其实帮助你把你的注意力从外界的目光中重新争夺回了你自己的身上。因为当我们谈论到一个人的存在而非展现和表现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步改变是你需要承认你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你的穿着、你的样貌、你当下所身处的这个环境、时空和你的状态，它首先是需要服务于你自己的，而不是服务于旁观者的目光。而从身体维度上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活人，自己是一个会有紧的还是宽松的舒适的感受的人，这是我们能够建立自己是个活人的感受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我觉得真正的活人感还在于生活维度上，那就是什么叫做真正的过你的生活，停留在生活本身之中，而不是将你的生活商品化或者内容化。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内容创作者需要面临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比如说你现在出去旅游，有多少时候你面对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美景的时候，你是可以不拿出手机而用你的眼睛去记录这一刻的。我觉得我们内心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叫做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我就会失去它，或者未来某天就会忘记它。我觉得我们记录生活这件事情是被社交媒体反过来塑造的。我们听到了太多他们的正向宣传和 slogan， 叫做留住这一刻，好像记录生活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很少想象说记录这件事真的是有必要的吗？尤其是当很多情况下记录已经破坏了我们这一刻真正沉浸在生活中体验本身的时候。
我去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体验，是我去做了一次内观。内观的时候，你是不能用纸笔做任何记录的，你也不能够说话，不能看书，不能够上网，用手机，就总之你没有任何的输入或输出。在那10天里，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就是我特别害怕我会把我这个10天的体验给忘记，因为过去我所经历的每一件事儿，每一个念头和想法，我都会把它要么以声音、文字、图像方式记录下来，不管会不会公开发表，我一定会记下来。它甚至有时候已经变得和公不公开展现无关了，就是你觉得一定需要记录下来。但是在那10天里，我没有办法记录任何事情，我只有我的大脑和眼睛。结果事实证明，过了将近半年时间，我没有忘掉任何东西。我在那里的体验比甚至过去所有我用文字或者声音记下来的东西还要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永久留在我的心目中。以及当我去内观做了这个对我影响很深的有意义的体验经历之后，包括像今年我去国外旅游了一趟，我也觉得非常快乐，发生了很多很想和大家分享的触动我的事情。但我发现这2件在过去半年里对我影响最深的事情，我都不想拿到公开的场合去大肆的诉说。当然我这里指的是没有言尽其详的像我过往分析自我和分析我的生活那样把它全方位的展示出来并进行分析，但我还是没有忍住有只言片语的透露，因为它确实有时候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我需要有一个 reference。 但很多在过程中真正精微的那些细密的只属于你的体验本身，我反而不想把它公开展示出来，因为公开表达本身就带有一种不一样的含义。甚至现在我会开始警惕叙述这件事儿，因为叙述本身就是一种呈现。当你选择在一个公开的平台对他人、对外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对于你内在的体验本身一定是会有细微的波动和影响的。我对这一点产生警惕，是因为我开始发现，很多时候也许你的体验还没有好好的被梳理，还没有好好的流经你的身体的时候，也许这些体验就会被拿来快速的命名、归纳、表达和发布了。我们有非常多正确又优美的又精准的观点或者总结，非常迅速也非常坚定，大家好像都非常善于表达和叙述自己，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失去了一些更加珍贵的东西。那个东西也许是只有在时间的过程中，在一个与外部隔绝的过程中，停留在你与你的对话中才能够酝酿出的一个时间的琥珀。而这个东西我觉得才是当我们说活人感这个词的时候所真正珍贵的，真正应该去追求的那个东西。但是话说回来，活人感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个只与公开表达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呈现自己才相关的东西。当我们真正理解活人感是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在你和朋友的每一次相处对话，在你和陌生人的相处对话，所有的这些互动中都包含着你到底要不要做一个活人的选择。在和每一个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人进行交互的时候，你选择在他们面前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你自己，你是否允许自己只是作为自己而存在着，而继续成为他们的朋友，继续和他们这样相处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件不那么简单的事情。调整自己的行为，把自己捏成某种更符合自己理想化的样子，是一个让我们很多人获得安全感的来源。只要你有能力做到这件事儿，在他人面前做一个活人，展示自我或者展示自我的后台，要求你有非常强大的能够对抗这种不安全感的能力。他要求你不害怕暴露自己的不完美，去接受自己可能不被所有人喜欢这件事。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很有启发点在于说，我到底是在他人面前要做一个更加妥帖的能够好好安置自己的理想化版本的我，还是说一个可能会让他人不舒服的引发冲突的有毛边的我，两者到底要怎么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你到底舒不舒服，做哪一个版本的自己的时候你更舒服。因为人是永远没有办法让自己一直做一件自己不舒服的事情的，所以做自己的意思，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说找到那个让你舒适的自我状态，以此为标准去做一个让你舒服的自己。当然前提不是说肆意妄为的去伤害别人，而是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的。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和一次一次的尝试。我觉得我在做播客的过程中，我的很多表达里也有很多我隐藏起来的我认为不完美的部分，我害怕和听众的观点不一致，从而被不喜欢的部分。但对我来说很幸运的是，我觉得在我的播客里面，我的听众们给我营造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表达环境。
在大家的理解和包容所造就的这种安全中，我可以一点一点的尝试表达出一些可能不那么优秀、不那么精辟，甚至不那么正确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我被大家妥善的接住了，于是我开始意识到，也许我可以做一个活人在这里。今天是一个40%的活人，明天是50%的活人，也许到了某一天就是80%、90%的活人。甚至也不用把做一个100%的活人当做对自己的某种标准，因为100%的活人是没有人可以承受的。哪怕是今天当我们说期待另一个人是100%活人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不知道那个100%到底意味着什么，你没见过。你要是见过了，你就知道你不想要了。包括如果别人期待我们是一个活人，反过来你一定也明白，你的100%的自己不一定是对方能够承受的，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够真实或者不够完整了。在人和人的交互中去调整这个状态的尺度，去充分的感受自己的存在，去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边界，既不是一味的去偷懒模仿他人，也不是一味偷懒的放弃全部的互动规范，摆烂肆意妄为，去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边界，我觉得才是做自己这个词真正的意思。你需要时刻明白对你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是你所呈现出来的生活，你所呈现出来的这个自己，还是你的生活本身，你的自我本身。我觉得可能对世界上有一些人来说，他们是更加享受在他人目光注视下的自我的。我有听说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更加内向、言辞不多的形象，但是当聚光灯来到他身上的时候，他会在舞台上充分的绽放，而他也更加喜欢那个时刻的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把活人感或者做自己当做一种新的标准或者模板去要求身边的每一个人。真正重要的判断标准，就像刚刚说的一样，仍然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是否舒适。这种舒适是一种你终于迎合到了外在标准，得到了你想要的这个正面评价的舒适，还是说你在与你的自我毫无拧巴的舒展的和谐共处的舒适？你想要的到底是你的生活本身，还是世界对你生活的一个评价？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也许大家都需要这句话，但自己却没有勇气给自己这句话，那就是人可以只为自己舒服的状态而生活，不为任何其他别的。因为生活就只是生活，而我就只是我而已。我只是我，这就是一种最大程度的活人感。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关于活人感或者自我呈现的感受，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